原来姐，你住这间啊？啊，我都忘了，你跟静然哥哥最终还是没能走在一起。哎呀，连我都觉得有点遗憾。你说这人活着吧，总得有点长进，日子总不能白过，是不是？你比如说我吧，5年前呢还那么的不起眼，可现在呢，很多经纪公司都等着跟我签约呢。原来姐，你是不是步伐有点慢啊？我想活成什么样子是我自己的事情，你没有权利指手画脚。而我和静然是什么关系，这也是我们俩之间的事情，就不劳你费心了。原来姐，我们就别再互相伤害了。其实这些年我能挺过来很不容易，还好有哥哥一直在背后默默地帮助我，这才有了今天。所以啊，你不要辜负了你静然哥哥的好意，一定要好好的活着，千万不要再重蹈覆辙了。冲动是魔鬼。哥哥，我来的时候没有订房间，现在房间都满了，怎么办啊？你睡我这儿吧。原来姐晚安。楚音，今天晚上你就在这儿睡吧。那你去哪儿？别问了，早点休息。哎，你进来干嘛呀？房间被占了，在你这里借宿一宿。你再这样，我叫保安了。咱们俩现在这个样子，谁该叫保安？那我就勉强收留你一晚，但是你不许偷看，不许越线。哦，那能像现在这样抱着你吗？竟然，你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？陷入爱情的人都智商为0，那我现在一定是个笨蛋吧？哼，岂有此理！这是什么行为啊？挂羊头卖狗肉吗？季总，你消消气，我们再想想办法。我们当时签约的时候没有把蓝镇这个交通建设呀标明清楚。这个如果交通跟不上，我们做的再好，没有客源也是白搭呀。对对。你现在说这些有什么意义呢？啊？对不起，季总。好吧，你们先回去，我自己想想办法。
哇，老婆，要不你先过去。好。原来，早上好，新娘子。哎，昨儿过得怎么样？有没有那什么？就你多事儿，你还是把你的心思都放在你婆婆身上吧。我听说啊，她非常的不好相处的。我那婆婆呢，工作上是挺严格的，但生活上对我们是很宽容的。就好比说，她很想让我们回去住，但是呢，也按照我们的意愿住在现在那房子里边。哎，不过她给我买辆车，说上下班呢能轻松一点。她一会儿就飞走了，真的吗？还说不用管她，我们俩直接可以玩去。挺好的，一定要幸福啊！喂，他俩什么情况？没有啊，昨天楚云，她住在既然的房间里面。这你都能忍啊？但是既然她……我可忍不了。哎，你干嘛呀？老公，陈志叔叔，坐过来。竟然，过来，坐这儿。啊。竟然，坐这儿。你杵在这儿干嘛？没看见都满座了，上那边吃去好吗？楚云，要不你坐这儿吧。没关系，我自己去那儿吃就好了。我吃好了，你慢慢吃吧。原来，看什么看啊？有座了，吃吧。原来，我在乎的人是你，你走什么呀？我这么说，你不高兴啊？我去收拾行李。好，我等你。那心怡他们怎么办啊？刚才不都说了吗？我在乎的人只有你。张双给你打的什么官司？你讲给我们听听呗。老婆，咱们就别多管闲事了。干嘛？我关心人家一下不行啊？我签约了一家经纪公司，老板抓住我的过去不放，给我穿小鞋。我提出解约，他不放人，还要我赔双倍违约金。哦，那看来你这老板挺机灵的啊，专治你这种人。心怡姐啊，虽然楚小姐她过去不对，但是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改过自新的机会，对吧？给不给机会不重要，双双，我跟你说啊，你打他这个官司，你得小心点儿，把细节什么的都查清楚了再说。因为某些人啊，他可能会借着想出名，拿这个当炒作，你别傻呵呵的信了。徐心怡，我到底哪件事情惹到你了？你是不是有点无理取闹啊？我告诉你，楚云，别在这儿给我装无辜，莫名其妙跑来参加我的婚礼，你还死皮赖脸睡在静然房间里，这不欢迎你知道吗？你要识相一点，马上给我离开，不然别怪我不客气。5年前是我不对，可是我有什么是对不起你的吗？你现在这么针对我，跟以前的我又有什么两样啊？你闭嘴！原来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我不会给你再次伤害她的机会。楚云，我老婆现在怀着孕，你给我少说2句。老婆，我们不吃了，走。干什么你？不吃了，不吃了，走。橙子啊，你该上厕所了吧？你不是肠胃炎吗？楚小姐，我陪她去厕所啊。走。哦。谁跟你说我有慢性肠胃炎的呀？我不这么说，他们怎么会信啊？那你也不能给我贴上这样一个标签啊，多没面子！哎呀，是你教我的呀，细节有助于提升案件的可信度。那你要学会变通啊，吃这么多饭都不长脑子呢。喂，你说谁不长脑子呢？哦，你前几天还在脸上画个小爱心，你现在就翻脸不认人了是吧？哦，
还在吗？不在了。好了好了，手不对。哎，不过话说回来了，心怡姐真的对楚云好不客气啊。她要是对他客气啊，就不叫徐心怡了。当年原来要是有她一半的脾气啊，就不会被楚云欺负成这样。是啊，那当年你这个护花使者也就不用赴汤蹈火，事后后悔了。是有点冲动，但谈不上后悔。走吧。老婆，为了这样的人生气不值得。老公，你应该懂我的。我当然懂你了。我知道，你是想扫清原来和静然面前的一切障碍，你不想他们两个5年之后因为楚云的问题而错过了对方。老公，我真的很讨厌楚云这样的人，老是破坏别人感情的第三者。但是老婆，你不觉得他们两个之间最大的问题，其实不是第三者，而是他们自己？喂，你这之前啊，这个妹妹那个妹妹，你断干净了没？老婆，我年纪还小呢，我哪那么多妹妹？我就你这么一个姐姐。讨厌！我跟你说啊，你以后要是敢这样对我，我不会原谅你的。哎，电话。哎呀，妹妹来电话了。喂。喂，不好了，因为之前的爆炸事件，许多的销售商都要求来退货呢。现在很多的顾客还有媒体都堵在门口。董事长已经施行乏力了，而且他不让我告诉你们，让你们安心度蜜月。可是我觉得这也太难为他了，那现在应该怎么办呀？你是？我先不跟你说了。哎，你在干嘛呢？车怎么还没到啊？哦，车来了。怎么了？出事了。不要吵，不要吵！冷静一下啊！冷静一下，不要吵了。主任，我们是来手这样的炸弹的，我们会给大家一个合理的解释啊！对，给我们解释，不要吵，给我们解释。好，冷静。丁总，丁先生，丁先生，请问您对这次爆炸怎么解释？您对这款手机代言的时候，对其性能进行了考察吗？而且您这样贸然的代言，您觉得您对得起我们消费者吗？是啊，董事长现在又在哪里？他是不是应该给我们一个合理的解释？请大家冷静一下。在此，我要先跟大家说一声对不起。我，丁昂，作为该款手机的代言人，也是爱美集团董事长蒋丽女士唯一的儿子，我代表我的母亲和爱美集团，向广大消费者致以最诚挚的歉意。由于我们的纰漏，对消费者造成了伤害以及损失，我们将承担一切相关的责任以及后果。爱美集团承诺，将在最短的时间内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。如果各位是站在消费者的立场来关心这件事，那我希望大家可以让出一条路，我这就上去解决你们的问题。要不我们先让一下。妈，您为什么不听我的话，第一时间把手机召回啊？我以为这只是个偶然事件，一定会大事化小的。
现在是信息时代，不是您花一些封口费就能息事宁人的时候了。我也已经找人专门去网上删除那些手机爆炸的帖子了。我唯一没有想到的是，手机的问题居然接二连三的发生。现在真的是晚了。现在还不晚。我们公司有10几年的良心口碑，还有心仪，他有大量应对媒体的经验。还有我可以召集我的公关团队，策划一个线上活动，立即召回所有有问题的手机。妈，交给我吧。交给你？不行，你太年轻了，怎么能交给你呢？这再怎么说也是我公司的丑闻啊，我不能让你去面对的，这样会连累你的。妈，你能别再拿我当孩子看了吗？我是这款手机的代言人，我有权利对信任我的消费者负责。妈，这一次呢，你就相信丁儿，我们一定可以度过这个难关的。谢谢你送我回来。瞎客气什么啊？公司明天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，我进去了。进去吧。金然哥哥，楚瑜你怎么来了？我没地方住了。我进去了，你好好照顾你妹妹吧。原来，来，妈，回来了。你怎么过来了？哎呦，累坏了吧？阿姨，妈，我们先进去。阿姨，您现在还好吧？一直没机会跟您说对不起。我们进去。他们怎么在这儿啊？啊，他们住这儿啊？妈，怎么回事啊？你先进去，我进去跟你说啊。走啊！好了，妈，出现在这儿，咱先回家啊。哥哥，我是不是说错话了？楚瑜，你这次来到底是为了什么？我本来住在公司安排的房子，但我现在跟他们解约，经纪人就把我赶出来了。我没地方去，当然来找你啊。你找我干什么？我又不是万能的，况且咱们男女有别，我住的地方又不是你的收容所。你还知道男女有别啊？那你昨天晚上还在原来姐房间待一夜，我看你对他就是余情未了。那是原来，我这辈子对他都不打算了了。刚刚原来妈妈的反应你看到了吗？当初毕竟是你伤害了她，我希望你现在能够离她远一点。这个你拿着，先去找一个酒店把自己安顿下来，明天我再帮你想办法。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10几年的感情，你现在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可以依靠的人了。这就是你打发我的方式。我要是想打发你，我就不用给你他，或者继续在这里跟你聊天了。好吧。So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in this Sparrow Park town? I attend Bear. Attend Bear. 来了呀，你收拾收拾，还是跟我到医院公寓那边去住吧。为什么呀？上次我知道你跟静然又在一起了，我就劝你一定要想清楚。今天我看到楚云那个样子，我觉得你跟他最好还是保持一段距离。我可赌不起，万一你要是有什么事的话，你让我跟你爸怎么办呢？哎妈，我和静然已经分开了。分开了？什么时候啊？
就有一阵子了吧。哎呀，妈，你别扫兴了，我们吃饭吧，别说这些了啊。多好吃，妈妈做的饭最好吃了。好吃你就多吃呗。你吃啊，妈。来，下来，宝贝儿。来，妈咪，Daddy知道我们会来看他吗？上次你走丢了，把爸爸吓坏了。这次我们去给他个惊喜，好不好？那也要安慰原来阿姨吗？走吧。妈咪，是她，是那天带我吃冰激凌的阿姨。宝贝儿，你确定是他吗？不信我打招呼给你看。不用了，你去车里等妈妈，好不好？对不起啊。这句对不起，你起码应该跟我说2遍。我们见过吗？我们没见过，但我的儿子你肯定认识。你想去哪儿？这里全是监控，你觉得你能跑得掉吗？大姐，我从来没有想过要伤害你的儿子，我只是把他当成我男朋友的孩子了，这真的只是个误会，你放我一马好不好？你说的是静然。放你一马也可以，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件事儿。这么说，你跟静然的妈妈感情挺深的。我们从小在一个巷子里长大，花姨拿我当干女儿看待，只是我很久没有她的消息了。她现在人在日本，把你的想法跟她说一说，说不定会对你跟静然的关系有所改善。你是说，让我利用花姨来强迫静然哥哥？我哪句话这么说了？我可没这么说。这个呢，是花姨在日本的联系方式，我现在发给你。这个是我的手机号，你也存一下，说不定以后我们会频繁联系的。你怎么会有我手机号？妹妹，那天你遇到的是我唯一的宝贝儿子，我怎么可能不查清楚到底是谁带走他的？只是没想到扯出来这么一段悲怆的青春故事。行了，今天先聊到这儿吧。我的建议你可以考虑考虑。但我买过了啊。哎呀妈，你别总盯着我好不好？看得我瘆得慌，我都不知道该干嘛了。来来呀，不是妈妈唠叨你，你说你都老大不小的了，怎么还像个孩子一样？就是。老妈是过来人，两个人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而争吵，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了。但是要知道，退一步，海阔天空。是的。只要不是原则性的问题，两个人可以有商有量的嘛。妈，你说的特别对，特别有理。你别跟我嗯呀哼呀的，我说的话你听进去了没有？我听进去了。哎，我怎么记着竟然刚回国的时候，
您不是这个态度呀？现在怎么了？还替他说起话来了？哎，哎呀，老妈呀，认真的跟你说，你呀，别总认为自己年龄还小。当然了，终身大事，妈妈绝不催你。但是你自己呀，心里边要有分寸啊。妈，你是不是特别怕我嫁不出去啊？哎呦，嫁不出去没什么了不起的，大不了我跟你爸养你一辈子。妈妈是怕你错过了，这一辈子呀，就再也找不到自己最喜欢的人了。所以啊，我不是要好好想想吗？不好好想清楚了，我怎么知道我能不能跟那个人过日子？当局者迷，你没有想清楚啊。妈妈早就看清楚了。你说你跟那个靳然拉拉扯扯了这么多年，如果要分手，早就一拍两散了。最近是怎么了？为什么？是不是因为那个楚云呐？也不全是吧。哎呀，人呐，有时候啊，要糊涂点儿。有些事你越刨根问底，越讲不清楚。女人呐，要懂得给自己留点余地。哎妈，这我就不赞同了。有些事情我们是可以装糊涂的，但有些事情心里那道坎都过不去了，也不能逼着自己装糊涂呀。你说是吧？哎，都怪那个老袁。怎么好端端的又埋怨起我爸来了呀？你这个犟脾气，如果自己想不通啊，任别人说破嘴皮子也没用。那要不这样，你也回去找老袁，好好理论理论，跟他算算账。刚好啊，我还约了程志一会儿跟他有些事情要谈，晚上就不回来吃饭了。程志啊，你跟程志又复合了？妈怎么说的我跟程志在一起过似的？我什么时候跟他在一起过了？你想象力不要这么奔放好不好？太奔放。你来了？怎么了？这么快就想我了？我现在没心情跟你开玩笑。我说啊，你是在为楚云的事情发愁吧？他的事情又不关我的事。哎，为什么你们总是把我跟他扯在一起啊？哎呦，还真生气了。哎，你看啊，这咖啡杯里的小熊，跟你现在的表情是不是很像啊？笑了。来，这杯咖啡给你。啊，我们公司的事情你听说了吧？你们公司天天有事，哪天消停过呀？不过话说回来啊，飞图要是太平盛世了，我们事务所的生意也不好做呀。我发现你还真是有当黑心商人的潜质啊！不开玩笑了，说说吧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教廷把人都挖走了，带着项目一起走的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现在飞图真的是摇摇欲坠。我今天来找你就是想跟你问问，教廷这么肆无忌惮的破坏规矩，从你的角度来看，有没有可能找到什么制衡的策略？有啊，只要你跟靳然停止冷战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哎，还能不能愉快的做朋友了？好，我现在认真的说，靳然现在需要的不是什么工作上的策略，他需要的是你，非常需要。否则心怡怎么会跟楚云这么过不去呢？还不是因为你跟靳然，大家都力挺你们。我希望你不要辜负大家的良苦用心。您的咖啡。我这次匆匆忙忙约你见面啊，我是想劝你进行庭外调解。为什么？因为就目前所掌握的材料来看，
走司法程序对你而言胜算不太大。是不是连你也不信任我了？你可是我的委托律师啊！你为什么这么想？你是他们的朋友，婚礼上的情形你也看到了，大家不欢迎我。你要为我打官司，还要额外承担人际上的压力，你想要避嫌，我懂的。你也太低估我的专业性了吧？在律师的身份面前，我就是你的代理人。我刚刚也说了，凭借目前的证据，起诉的赢面不大。说简单一点，如果在短时间之内这个官司打不赢的话，那么对于你的财力和精力而言，这都是巨大的消耗。当然，这只是我给你的建议。即使你愿意选择庭外调解，也不代表这就跟我撇清了关系。我依然会以非诉讼代理人的身份，出现在这个案件的调解和仲裁当中。是我误会你了，真没想到在这种时候，你还能真心真意的帮我。既然我选择受理你的案子，那我们就是一根绳上的蚂蚱。你只有最大限度的信任我，我才能尽最大限度的帮助到你，明白吗？可是，现在连静然哥哥都对我畏首畏尾的，大家都拿我当一个大瘟疫，能躲就躲。你确定我不会影响到你吗？与这起案件以外的事情跟我无关。不过，我还是想劝你要放松心态。毕竟要让曾经伤害过的人再接受自己，是需要时间的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，我不求大家能有多喜欢我，毕竟原来才是大家的焦点。他是红花，是万绿丛中的一点红，心一让着他，竟然喜欢他，诚挚护着他。这么多年了，他的优越感谁都撼动不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我看得出你跟诚挚的感情也是相当好的。只是有句话我不知该不该讲，但既然你真心真意帮我，我也不想对你遮遮掩掩。你是想说诚挚跟原来姐姐的事情吧？我都知道。那你知道为什么原来一直对静然犹犹豫豫的，这么多年来还左右摇摆？因为他始终不肯承认，诚挚跟静然谁才是最适合他的那一个。多谢你的提醒，不过我觉得你想多了。但我可以确定的是，没有人可以撼动原来在诚挚心目中的地位。为了原来，诚挚命都可以不要。这下可巧了。看来我选择告诉你这件事情是对的。只有你提早意识到这件事情，你才能提早避免受到伤害。老公，我们一会儿吃什么？我们吃点板烧好不好？老公，大家都注意啊，算一下 buff 时间，技能好了以后告诉我一声啊。老公，老婆，怎么了？你这局什么时候能打完啊？马上，你等我一下。哎，大志，你别上啊！你别上，你回来，让楚云一个人上就行了。楚云？为什么楚云在里面？老婆，我一会儿再跟你解释啊。哎，好了好了，这波团开得好啊，不错不错。你们先练，我今天结束了。生气了，老婆？不要叫我老婆，游戏才是你老婆。老婆，是这样的，我们不是马上要比赛了吗？所以我们刚刚在训练呢。那你赢了吗？
游戏赢不赢不重要，老婆开心最重要。你跟楚云这样的人在一起打游戏，能赢才怪。老公，我不喜欢他，你能不能离他远一点？老婆，其实楚云这件事呢，怪我没有提前告诉你。我们现在队伍里面少一个人，大潘就把他找过来了。关键是他的技术还不错。那技术好的人多了去了，干嘛非得找他呀？那大潘已经给他报名了。打完这局让他走。我现在保证，这次打完以后，我就立刻处理他的事。这还差不多。老公，我饿了。那你想吃什么呀？我想吃铁板烧。可以。干嘛？还生我气啊？没有啊。送你。这是干嘛？你们女孩子会相信手捧花的传说吗？手捧花是新娘的一种祝福，是幸福的传递。只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们对幸福的憧憬更依赖于感情和理智的综合判断，而不是寄托在一束手捧花上。不管怎么说，它也是一份幸福的传递啊。再说了，能够给你带来幸福的本尊都已经站你面前了，你要不要好好考虑考虑啊？这位本尊大人，不是自己还有一堆麻烦吗？婚礼上那句话你还没有答应我呢。幸好你当时没有逼我。别人都看得出来，你我心里也都清楚，我们两个这辈子是分不开了。你的犹豫只会让我们的准备更加充分。那楚云呢？他突然出现在婚礼上，也让你准备了？我向你保证，他一定不会成为你担心的那个阻碍。但愿如此。喂，原来是我，我想找你聊一聊。我们之间已经没什么可聊的了吧？怎么了？我们现在连朋友都不是了吗？我在你家楼下。原来，您还想说什么？以前在飞图帮别人干的时候，我不觉得有什么，但是现在出来单干，千头万绪，我觉得很疲惫。公司那么多人被您挖走，他们不是应该帮您分担才是吗？我知道我今天来找你是自取其辱，但是就算你说风凉话，我也想多听你说两句。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我们蓝针的项目呢，已经开始运营了，
但是基础建设不尽如人意，加藤承载是个很大的问题。前期评估的时候，你们没有预测到这一点吗？当时预估的人说没问题，结果现在问题一大堆。如果要是有你在的话，这些问题都不会有。开发一个区域的旅游本来就是一个大工程，慢慢来吧。原来跟我一块儿走吧。走去哪里？到我公司，我们像以前一样并肩作战。您挖走了飞图那么多员工，这还不够您用啊？原来你是不一样的，你是我最得力的学生徒弟。这样，我愿意给你5%的干股，当做是我的诚意。50%是多少钱？是你在飞图20年都挣不到的钱。那如果说蓝湛的项目搞砸了呢？只要有你在，我有十足的信心。这笔交易的投资回报率太低了，你应该很清楚我是不会背叛飞图的，所以你以后还是不要再跟我说这些了。那走。怎么，长跑冠军今天状态不佳了？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影响你发挥了？你有什么话直接问就好了。我？我能有什么事？晴空万里的，我心情爽了。一会儿你就要主持周一例会了，最近员工的去留问题这么敏感，我看你到时候怎么办。你也太低估我的抗压能力了吧？这点事儿，难道你就不担心我被教廷挖走？哎，你还别说，我最有信心的就是你了。哎，你看，刚好到这儿来了，不如我们进去喝杯咖啡吧。走。哎，办公室喝，走了。我口渴，我现在就想喝。各位，早安。小飞，怎么了？看样子昨晚没休息好啊。刚接手 Rex 的项目，不是很熟，所以熬夜看了看。辛苦了。诸位，我记得我刚来公司的时候，手上已经有几个几乎半成型的项目，公司有很多的员工跟我表达说希望加入我的团队，来一起完成这些项目。你们记不记得我当时会问你们一些问题？你们的特长是什么？你们为什么要来飞图工作？那最后，你们希望从飞图带走什么？大家的回答众说纷纭。有些人说，希望可以赚到钱，买房、买车；有些人说，希望可以给自己的女友买个包；还有些人说，希望可以给自己的父母换套更大的房子。这些我都一一记在心上。然而近些日子，我们的同行从公司里面挖走了大多数的员工，他们为了更高的薪水、更高的职位，决定离开飞图。这一点我毫无意见，而且我也完全理解。我不会去阻止他们的选择，因为我知道我的时间仅会提供给那些愿意留在飞图、肯为飞图去付出的这些老员工身上。靳总，我们之所以留下来，完全是出于对您的信任。谢谢大家，谢谢你们一直以来对于我的肯定。但是，我更希望你们能够更加肯定自己的能力。公司不会因为某个人的离开
而导致项目垮掉。你们各有各的特长，发挥这些特长，去开展沟通，随时交流。最后，我在这里要向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：我们培心岛旅游地产项目上的盈利，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。我们可以将这个成功的案例广泛的运用在公司其他的项目上。好了，今天就说这么多，大家努力，加把油，再接再厉，散会。好。喝了加糖加奶的咖啡就是不一样，终于开始行动了。我一直在行动，只是你今天才发现而已。昨天教廷来找我，你也看到了，难道你就不好奇他跟我说了什么吗？好奇。但就在你愿意跟我分享你的这些事情之前，我还能抑制住我的好奇心。我妈，哎妈，儿子啊，哎呀，你也真是的，小云有消息了，你也不告诉我。妈，这事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你呢。行啊，明天我就飞上海了。你要是没时间，让小云来接我。我去接你吧，你把航班号发过来。怎么了？我妈说她要来见楚云，这个礼拜估计会很频繁的跟她见面了。当然，这也需要提前跟你报备的情况下。真是一个多事之秋啊！知道了。走吧。怎么了，远来？你干嘛呢？我手上有个策划案，我看一下。那丁昂呢？他干嘛呢？丁昂估计睡了吧？怎么了？没事啊，就是工作太累了。羡慕你这个大肚婆可以在家里待着，多好呀！羡慕我啊？羡慕我就赶紧找竟然生一个喽。说什么呢？对了，星爷。你不要太辛苦啊，什么家里的杂事儿、粗活啊，全让丁昂干，知道吗？不要累着自己。怎么了你？今天婆婆妈妈的，怎么了？嫌我烦是吧？行，我挂了。哎，我原来姐，蓝湛出事了。什么事啊？你查查看。举生态未来城口号的蓝湛风景区正式开业，然而因错误估计了景区内游客的承载量，预售出去的票远远超过了景区内的酒店供应。真是老天有眼，季傲庭之前挖走飞图那么多的员工，这下呀，他要吃不了兜着走了。我还听说蓝湛政府对此非常的不满意，有部分的股东都已经开始撤资了。季傲庭这下要完蛋了。接人人呢？他怎么不在？啊，不知道啊，刚才还在呢。他要是找我的话，就跟他说我急事儿出去一趟。好。季总在吗？季总在办公室会见客人，
要不你等一下，或者再约时间。我等一下吧。好。来了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进去吧。去。来了。既然刚走，你就来了。我并不知道他会来。那你猜猜，他来找我做什么？他说他要帮我，他一步步地看着我上了这条船，逼出我强大的好胜心。就在我一败涂地的时候，他突然抛出一只树枝，说要帮我。你觉得我会相信吗？也许这一次他是好意呢。你是来帮他说话的。我说了，我并不知道他会来，但我们今天来的意图却是一样的。我也想在这个时候能帮你一点。燕兰，你记不记得当时我找你一起合作，那时候你拒绝了我，现在又说来帮我，你不觉得太晚了吗？当时培新岛的项目正在试水，我不可能丢下飞图跑到您这儿来。现在时机成熟了，您可以和飞图一起完善规划，并扩大对当地酒店业的投资，这对您对飞图来说都是双赢的局面。您为什么不试试呢？你跟竟然说的果然是一模一样，可是我不会接受的。为什么呀？因为我不相信他，我不相信他会帮我。那我呢？您相信我吗？我当然相信你，但是原来你别忘了，你也是金然的妻子，他下一步会把谁推进悬崖还不知道呢。出来了。你怎么还没走啊？我来就是想探探季耀庭的想法。你是真的想帮季耀庭？怎么？看你这个样子怀疑我啊？没有啊，我这次很相信你。为什么？因为蓝镇有着巨大的地产商机，地理位置也是得天独厚，你是不会错失这个机会的。帮季耀庭也不过是顺水人情罢了。听你这话，说到底还是不太相信我会真心去帮季耀庭，对吧？既然这么不相信我，那我就把这次的蓝镇考察任务全权交由你来负责。你用你的方式来规划，你用你的方式来说服季耀庭，我绝不插手。好啊，我想现在就出发了。你想好了吗你？真的？没得反悔啊。走。老公，在干嘛？我在洗衣服呢，老婆。那我帮你。哎，别，我自己来。干嘛？我是不想让你干这些脏活。真的吗？不会是上面有口红什么的吧？啊。老婆，要不你先出去吧，
这边又湿又滑的。哦，老公，我问你啊，楚云走了没啊？不是说好的吗？比完这场就让他走的。可是我最近太忙了，我都没有去公司。有些话我憋了很久了，但你别觉得我是在刺激你啊。我觉得你们这次输了比赛跟楚云有很大的关系。不说了，不说了，你洗完来陪我好吗？什么？你要跟季耀庭合作？我只不过是看到了蓝镇地产潜在的商机。你以为这个是你想造就能造的吗？从前期的谈判到启动要经历很长的时间，再到投入建设，起码要2年才能见到成效。张亮已经答应了。答应了？你们真是胡闹！你有算过这个时间成本吗？时间我有，我可以一直这么等下去。也就是说，今天你约我出来，就是为了通知我。这段时间辛苦你了。我知道一直以来你都是想去日本的。如果你不打算在这个项目上花很长的时间的话，随时都可以过去。我会留下来，帮你打理好公司的业务，还有你的股份。你是在赶我？我只是想告诉你，你是自由的。时候不早了，我得先走了。慢点开车。竟然，你想多了。你不着急，我也不着急。喂，金总。小费。啊。昨天袁经理说他要去蓝镇，你和他一起去了吗？是啊，但他今天发着烧，还坚持要去实地考察，谁也没有不过他。他发烧了。嗯。你们在哪儿？那我现在过去吧。我们没有在一起，他让我们分头整理蓝镇的客流和数据，回头报给他。小飞啊，我这边进了个电话，等下你有事情跟我微信说。好，拜拜。喂，你现在在哪儿呢？喂，我在蓝镇呢。这里的情况跟新闻描述的一样，交通堵塞，有大量游客被困，而且这里根本订不到房间。蓝镇周边有好几家大型的加工厂，这里的酒店都被这些工厂给包了。我跟你说啊，我觉得我们在这建酒店是特别好的。客流量绝对不容小觑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怎么还在跟我聊工作？你听听你的声音，是不是发烧了？我没什么事儿，多喝点水就好了。你现在在哪？我想重新把马拉松那条路线走一遍。你听好了，你别到处乱跑了。喂。喂，帮我订一张最早去培新岛的机票，越快越好。
师傅，麻烦您能稍微开快一点吗？我赶时间。好嘞。原来，怎么了？头怎么这么烫？你怎么？你醒了？感觉怎么样？这是哪儿啊？我说你啊，一个人什么准备都不做，就拎着东西跑到蓝镇来了。我看这事儿也就只有你干得出来。哦，对了，我跟你说啊，那天啊，我看见丁昂和楚云从同一个酒店房间里出来。你说丁昂会不会？不是，丁昂和楚云？不可能吧？一定是因为工作的事。两个人单独从酒店房间里面出来，说明他们两个肯定是在酒店里过了夜。而且我去找丁昂，我想去问个清楚，然后我就发现他衣服上有口红印，只是心仪在，所以我什么都没说。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我看要不然你还是把这件事情跟丁昂跟心仪说开了算了。我真的不相信丁昂会做出任何对不起心仪的事情。退一万步来说，就算他丁昂真的做了，我认为心仪也有权利知道啊。那怎么行呢？他们俩才刚结婚，而且你也知道心仪是多么珍惜这段婚姻，不能给他这个打击。再说了，现在他是特殊情况，弄不好了再得一个产前抑郁，那怎么办啊？隐瞒是解决不了问题的，更何况我觉得这整件事情根本就是个误会。我还是觉得不妥，感情终究是两个人的事情，外人掺和进来，搞不好就会起到反作用。如果丁昂真的做了对不起他的事情，心仪迟早会发现的。好了，这件事情你就别费心了，容我再好好想一想。你再多休息一会儿吧。好。我会在这里陪着你，有什么事情随时喊我。还看什么呀？看不够。好好休息啊。丁昂哥，你找我？你先坐。听说你在跟之前的原公司过解约的流程。是啊，很快我就自由了。这是你之前比赛的奖金，还有这段时间的工资。既然你已经要跟原公司解约了，那我给你吧。
什么意思啊？没什么意思，就是从明天开始，你就不用来公司了。为什么？没有为什么，这都是公司的决定。是因为那天的事吗？楚云，其实你想做什么我很清楚，但是我告诉你，你不会得逞的。正因为我理解你的不易，所以这件事情我不会声张出去。但是我这儿真的不能够再留你了，好自为之吧。来不及了，你没上网看吧？你什么意思？老大，不好了！这是你做的吧？你什么意思？什么叫我做的？你自己做的事情，你为什么不承认啊？没想到你竟然是这样的人！我那天喝多了，什么都不知道。你个伪君子！你以为用这些钱就能打发得了我吗？喂，什么情况？你上网看了吗？我看了，我马上过来找你，等着我。走，赶紧找人给我把东西删了。恐怕已经来不及了，点击量已经破100万了。想办法。看来是被人撵走了。那你也不问问，这些钱代表什么？不好意思，我没兴趣知道。你要是真没兴趣知道，就不会这么冲过来了。你现在一定很抓狂吧？好不容易下定决心托付终身的男人，竟然做出这样的事儿。你就是个贱人。对，我是很贱，但苍蝇不叮无缝的蛋。你们之间的感情本来就有问题。你真的了解他的工作吗？是不是一无所知？我们这个圈子的人可比你们有意思多了。楚云，这件事情我会向丁昂亲自问清楚。在这之前，我不会相信你任何一句鬼话。赶紧拿着你的钱给我滚！哎呀，你说丁昂哥哥是有多内疚啊？竟然拿这么多钱来补偿我。女人在男人心里也是分3、6、9等的。我们家丁昂呢，从前打发一个姑娘都是送辆车什么的，你这点儿买个轮胎都不够。不过没关系，对你来说已经够多的了，拿去花吧啊。好。不过今天能在这儿看见你，我还是挺意外的。毕竟那天我跟丁昂从酒店出来，你的好闺蜜原来就已经看见了呀。怎么，她没有告诉你啊？哎呀，没想到她竟然有这么大的事情瞒着你。看来女人跟女人之间的感情还真是不可靠啊。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怎么会出这样的新闻呢？帮我拟一份律师函，我要澄清一下事实。这没问题。
所以这些都是谣言，对吗？当然。那天比赛输了之后，我的情绪很低落，我不想把不好的情绪带给心怡，所以我就去喝了几杯。楚云就这么莫名其妙的出现了。他说因为他的原因导致比赛输了，所以他心里很内疚，想找我聊聊。那我们就喝了一会儿，这一杯接着一杯我就喝多了。之后我就什么都不记得了，但是我敢保证，我跟他什么都没有。你也太不小心了。听说你们在起草律师函，准备起诉楚云。丁昂，你到底怎么回事？我真的什么都没干。你们的意思是，你们早就知道了？原来看到他和楚云从酒店里面出来，本来想去他家里面问个清楚，没想到心怡在家。兄弟，你衬身上那口红印儿，到底怎么回事？这个女人实在太恐怖了，这么多年来依然死性不改。你跟我说实话，你到底有没有做过对不起心怡的事情？我定昂敢发誓，我不会做出任何对不起心怡的事。其实后来楚云过来找过我怀疑他就是故意要把口红印印在我身上的。现在不是一个口红印那么简单，视频照片满天飞，心怡恐怕已经知道了。他肯定不知道。以我对他的了解，他要是知道了，这会儿能这么安静吗？第一时间就杀过来了。这件事情他迟早会知道的，你还是主动联系他吧。我现在给他打个电话，看他知道多少了。喂，老婆。怎么了，老公？你现在出发了吗？我们给程志办庆功宴的事儿，你没忘吧？我已经在路上了。你现在人在哪儿？我过来接你。好，我发给你。好，等我。他现在应该还不知道。真的没事吗？别逞强啊！这件事情还是尽早解决的好。没事。反正我身正不怕影子斜，搞得定。走了。谢谢。下午的庭外调解进行得很顺利，真没想到这么快就结案了。对了，你剩下的酬劳我已经打到你的账户，记得查收一下。哎呦，我是一名律师，为我的当事人负责是本职。你对我做的这些贡献不仅于此，真的很感谢你。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啊？我本来想解约之后顺势跳到丁昂哥的公司，但现在是不可能了。是因为心怡姐姐吗？这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会说你跟丁昂哥哥？是造谣，你相信我吗？我再怎么样也不会做出来这种不要脸面的事情。再说了，我现在本来就官司缠身，我哪有闲工夫做这个呀？那你的意思是有人诬陷你？可是谁会做这种事情啊？就在上午，我已经被恼羞成怒的丁昂解雇了。你说，会不会是他自导自演啊？看来还是程志更单纯一些。我一直觉得他很有摄影的天赋，听说他最近摄影作品又拿奖了。好啦，我还有事得先走，谢谢。
原来姐呢也一直纠结在楚云的事情里面，心怡姐也没有消气。我觉得是时候可以把大家聚一聚，互相打打气。我的善解人意的好双双，我现在就告诉大家。哎，原来我觉得这样还是不妥，当务之急应该先把心怡的事情解决好。这事儿你解决不了，丁昂已经去接心怡了，他们两个的事儿还是让他们两个自己去解决吧。橙汁，你说心怡本来高高兴兴的来见我，你这儿拉张臭脸给他看，他会舒服吗？换位思考一下，如果换作是我最后一个知道，我一定会疯的。橙汁，哎呀，换什么位思什么考，你别想太多了啊。好了，进去吧，古阳已经准备很久了。没事吧？你没事吧？我帮你擦擦吧。还好吧？来，进去擦吧。我们进去吧。你还没写完？哎呦，你吓死我了！我要这一笔下去写坏了，改都改不了。心怡和丁阳怎么还不来啊？快了吧？我说你就别愁了，要是真有事儿，丁阳会打电话来的。这儿。我这儿漏了一笔。这儿没看到，对，再拉长点儿。拉长点儿，好嘞。还有这儿。哎呀，又漏了，嗨，来，怎么样？没漏到了吧？大功告成，来了，同心协力。哇，来，坐。呀，有冰淇淋吃啊！哎，都来了，哎，那开始吧。冰激凌很凉的，你少吃点儿。那就开始了啊！人都到齐了，那我就说两句。今天我橙汁特别荣幸，在不知情的情况下，竟然拿到了一个大奖，感觉自己捡了个大便宜。大家都知道，大学时代我特别喜欢摄影，但是后来我渐渐放弃了。而这个奖，就像是天上掉的馅儿饼一样，砸到我头上。我不禁反思了很多事情，这世界变化太大，但唯独只有2件事，在我内心里一直都没有变过。一是我的摄影梦，2就是你们。橙汁，这太不像你风格了啊！你什么时候把这个氛围搞得这么煽情？哎，你是不是已经喝醉了？嘘，这是我有感而发。今天我特别感慨，也特别怀念过去的日子。我想你们也是，所以我决定，我要重新拿起相机，为青春，为自己，真正的奋斗一次。好，支持，加油！来，干杯！干杯 ！Cheers！坐。那既然已经说到这里了，我就宣布一个我的人生抉择吧。我打算不走了，以后你们在哪儿，我就在哪儿。
你的意思是说，原来在哪儿你就在哪儿了？好，原来，既然都这样表态了，你也说说你的计划吧。我要先把手上的工作圆满完成，然后，我希望我们大家，不管是今天也好，还是将来也好，都可以永远的相亲相爱。我说你的想法也太官方了，太没意思了。丁昂呢？我想好好的休息一段时间，多陪陪我老婆，静静的等待孩子出生。对，这是我们共同的孩子，所以就叫做明日之子。明日之子，你问过心怡的意见了吗？心怡，你怎么看？你的想法呢？各位，今天我有个事儿要在这跟大家宣布一下。哎，老婆，这酒啊。喂，你干嘛？丁昂，我们离婚吧。我说心怡啊，你这个玩笑有点开大了吧？老婆，你怎么了？离婚，离婚你听不懂吗？心怡，你今天怎么了？怎么发这么大脾气啊？我发这么大脾气，你不知道为什么呀？心怡，不是，你怀着宝宝呢。我要跟你说了，这不是在伤害你吗？不，老婆是这样的，这件事情是我没有处理好，我们回家再说好吗？有什么事儿不能在这说的，非要躲躲藏藏？好，那我现在就告诉你，整件事情它都是假的，它根本就不存在。假的？我等了你整整1天，你却像个没事人一样。你是把我当傻子了吗？你们所有人都把我当傻子是吧？啊！好了，心怡，先冷静一下。我相信丁阳他不会做出任何对不起你的事情。老婆，这件事情是楚云他一手安排的。原来他没有跟你说，是怕伤害你，是怕你胡思乱想。老婆，我们先回家好不好？是各回各家。心怡，心怡，我不想跟你说话。对不起。我算看明白了，这里只有我，才是真正的傻瓜。你说什么呀？袁兰姐，你被这么多人保护的感觉肯定很好，对不对？双双，我说的就是你。你忘不了袁来姐，你就可以告诉我，你何必在我背后偷偷摸摸的？你当我是傻瓜是不是？你今天怎么了？我给你们3个私人空间，好好解决一下你们的事儿吧。我走了。
到底怎么了？我到底怎么了？你心里不明白吗？我明白什么？我觉得你今天很奇怪，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？你站住！你不要跟我说话，我不想理你。你这样横冲直撞，出了危险怎么办？你在意吗？你根本就不会在意啊！我哪里不会在意？你现在不应该待在原来解释面吗？你来我这里干嘛？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什么都是原来，什么事情你第一个想到的都是原来。在你眼里，他做什么都要比我好，比我靠谱。就连我站在你面前了，遇到突发状况，你第一反应依然是拉着原来一边打出头伤害。怎么不说话了？你看不是很能说吗？你继续说。